今天我们接着战宛城的下半部分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第12集。典韦在上一集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守寨门这个双戟被人偷了，死在了这个张绣的军下。然后我们讲到曹操分兵3路，吕布、刘备和他自己一起向寿春杀去。袁术的军队袁术的老巢就在寿春呢。刚到这个寿春的界口，就看到了这个袁军的先锋叫乔蕤。曹军那个阵中呢就是夏侯惇，就跟他打。哎呀，没有3个回合，就一枪把这个乔蕤就杀了。袁军大败，然后就逃回寿春了，开始闭门不战。然后突然就接到各个地方的报告，江东的水军在攻西城，吕布在攻东城，刘备在攻南城，曹操在攻北城，那么到处都在攻，已经被团团包围了。袁术就让这个谋士们一起商量怎么办呢？就建议他，有一个谋士就建议他往淮北撤退。一方面有粮食，二一个就快逃跑呗。袁术就听了他，留下了4员大将坚守寿春，自己收拾了一些金银财宝，就是渡过淮水就往淮北跑逃跑了。袁术也不行了，然后呢，他留下的这些大将呢，要守寿春呢，实际上就是闭门不战，就等着你把粮草用光，那你就只能逃跑了，只能退了。你看这个曹军人数多呀，每天要吃很多粮食啊，他坚守城池，不跟你打，他们这粮食就不经耗呀。有一天他心里烦闷了，就拿了一个曹操拿了一柄斧头，带了几个随从出寨巡视然后就听到各个营寨呢都有抱怨，就说哎呀，他们都在说丞相你克扣军粮把这个大斗就是说是大斗，就是大湖实际上都是小，就是故意把尺寸变小，大家都吃不饱，所以就开始怨恨。曹操就很惊异回到帐里头，就找这个粮官，叫王后。王后就说兵多粮少粮食要吃完了，我们只能骗他们了，就用小的就说是大的，冒充大的，暂时救急王后想了想说，粮食不够我也没办法怪你，是吧？这个确实是粮草不够了嘛，接济不上了。但是呢，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，平息众怒，请你不要小气王后就问，丞相要借什么呀？曹操就说，要借你项上人头这个王后大惊说我没有罪曹操说我知道你没有罪，但是我不杀你呢，没有办法，军心要变你死了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家眷的。然后不听他的分辨了，直接把他推出去斩首。然后曹操把这个王后杀了以后呢，就宣布罪状，就说他克扣军粮，已经依照军法处死了。然后就传下军令了，各营将领3天之内破寿春，如果过了这个期限还不破的话，一律问斩。这是逼着他们要破寿春了。第2天他们在城下督战，曹操在城下督战，亲自拔剑斩了2员畏缩不前的皮将他也就
就杀这些没有名气的小将，有名的大将他也不敢杀了，是吧？那些小将就是为他争个军心的。他自己还跑到这个军事中间搬土运石啊，士气高昂啊，然后这些将士都往前进攻，然后搭了云梯攻城，终于冲上了城头，要破城了。冲上城了以后，城门一打开，这个寿春城就被曹操攻破了。然后吕布啊、刘备啊、江东啊这些各个部队呢，也都分头进城了，把袁术留下的4员守将都给生擒了。曹操就下令把他的这个房宫烧了，袁术的自己的皇宫，然后要向淮北进军啊。那个时候不是袁术已经逃到淮北去了吗？荀彧就跟他劝谏说，这粮草我们都不够了，如果再进军的话，劳军损民啊，不如先回去，再等下次的机会啊。曹操正在这里踌躇啊，忽然这个探马又来报了，张绣呢跟这个刘表联合起来了，正在进攻南阳、江陵各县都失守了，守将曹洪抵挡不住啊，就来告急来了。曹操听了以后呢，就决定班师了，就跟吕布啊、刘备啊，分别了，领兵回许都了。曹操回到许都以后呢，就跟汉献帝奏请起兵征讨张绣。汉献帝亲自就送他出师啊。这个时候走在这个路上啊，曹操看路上面这个麦子都已经成熟了，百姓们都看到兵以后呢，那时候都害怕当兵的呀，都抢这个民的粮啊，抢百姓的粮食啊，所以他们都不敢来割麦子，都逃跑了，命还是要紧的。然后呢，曹操这个时候就是说我是奉诏讨贼啊，现在是麦收这个时候啊，这些你们这些当兵的呀，还有当将军的呀，经过这个麦田啊，都不能有践踏，都不能把这个麦田毁坏啊，都不能把粮食毁坏。如果有毁坏的，那就一律斩首啊，绝不宽容。就是安民的一些安民告示，发了一部安民告示。这些百姓一听了以后都很高兴啊，就是他们就可以来收麦子了，收粮食了。这些官兵也看到这个安民起事以后都害怕了，都害怕被杀呀，都是战战兢兢的下马扶麦子，都不敢把麦田给损坏了。但是这时候没想到有一只斑鸠突然飞起来了，把这个曹操的马给惊动了。曹操的马惊了以后就不听人使唤了，就窜到这个田里头，踏坏了一大片的麦子。曹操这个时候又开始行使他的这个手段了，他让这个行军主簿前来，说自己践踏了麦田，他说是不是也要斩首？这个主簿说，丞相是主帅啊，怎么能跟一般的将士同样的议罪呢？你这个死，你难道还要斩首啊？曹操说，我自己治的法，自己犯了，如果不治罪的话，怎么能服人呢？就开始装样子了啊，拔出宝剑就要自刎。左右就是来拦，曹操就是说不行，那我这个法我自己也要从这个法。国家就劝丞相怎么能轻生啊？曹操就叹了一口气提起宝剑，装腔作势割下了一缕头发扔在地上，用这个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吧。然后呢，又号令三军说，丞相把这个麦田给踩坏了，本来应该也是斩首示众的，现在就割下头发代替首级了。三军无不畏惧啊，想他还是割发
那时候头发包括胡须也是这个受之父母。一般三国的时候，这些也是都是不剃须啊，不轻易不剃头的。张绣屯兵南阳，听到这个曹操的兵来了以后，就写信跟刘表求援了。一方面就跟两位小将出城迎敌，雷旭、张先，这个不出名的小将，估计没有几个回合就会死掉了。两军相遇，张绣就指着曹操就开始大骂，曹操就让许褚出马，张先也出马应战了。打了3个回合，张先就被许褚斩于马下，这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呀。张绣大败呀，曹军就追到这个南阳城下。张绣进城了以后闭门不出，曹操一看这个城还是易守难攻的呀，还有护城河。曹操下令围城，一连3天，骑了马绕城观看，他看怎么去破城啊。然后呢，第4天，他就命令军士在西北角堆柴火啊，汇集诸将，说要在那里上城。贾诩和这个谋士还是蛮厉害的，他就跟张绣说，这是曹操声东击西的计策呀。他主张将计就计，诱杀曹操。张绣就听了贾诩的话啊，把些兵士宝石轻装啊，都躲在东南面的房屋里。他又让一些老百姓呢假扮军士守在西北，好像他真的以为你们要从西北来进攻。曹操接到探报以后说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中了我的计了。”曹操就让这个部下准备爬城的器具，准备向西北角进攻。到了深夜以后，其实他们是从东北角进来的，东南角进来。结果没想到一声炮响，中了埋伏了。曹操赶快向城外面逃啊！这时候张绣亲自带着精兵杀出城来，杀的曹军鬼哭狼嚎，鬼哭神嚎，应该是什么？反正是狼奔屎突啊，败退几十里，鬼哭狼嚎。一直杀到天亮，才收军入城。贾诩呢就劝这个张绣啊，赶快写信给刘表啊，让他出兵夹击曹操啊，他这么点兵还是打不赢的。这个曹操这次损兵5万多人啊，哇，损失惨重啊，又伤了2员大将吕进、吕虔啊，只能挥军后退了，撤退了。去到这个玉水河边，曹操突然放声大哭啊，众将都很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去年我在这个地方，典韦死在这个地方呀，想起来我不由不哭啊。第2天，荀彧呢从许都差人报信，说刘表已经帮助张绣出兵住在安众，想截断我军归路啊。曹操立刻写了一封回信，说：“放心，我有破敌之计啊。”那时候什么计还曹操自己想的，还不错啊。曹操就来了，到了这个安众这个县界，刘表这个时候已经守在这个险要了，张绣又从后面赶过来了，曹操就设伏兵啊。没想到这个刘表和张绣会合以后，看到曹兵很少，以为曹操已经逃跑了，就领兵从这个险道追击，他们就要中埋伏了。突然一声炮响，这个曹操的伏兵就四面杀来了。张绣和刘表吃了败仗，领兵退去。这个曹兵呢，出了这个安众界口，在险要处下寨。这时候荀彧又差人来说袁绍要来进攻许都了。那时到处都是诸侯，曹操这时心慌了，那只能退兵了。张绣得到这个消息后，就跟刘表商议，准备领兵追击啊。贾诩就劝，不能追啊，追了要吃亏的，
刘表说今天不追就没有机会了，还是劝张绣出兵一起追杀曹兵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想到曹操还是老奸巨猾呀。你看，果然跟贾诩说的一样啊，追了10几里，追上曹军的后面的部队，曹军都是奋勇接战，结果把张刘杀得大败而还呀。张绣回来以后称赞贾诩说：“我们不听你的话就吃亏啊。”然后这时候贾诩又反过来说：“你们这次一定要去追，这次反而要去追，如果不打胜仗，我的头都送给你。”刘表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这次就又让我们去追了呢？张绣这次还是听贾诩的话，领了本部的人马去追赶曹军啊。结果曹操的部队刚刚打赢了胜仗啊，这次反而没有做准备，被张绣杀得大败，一路而逃啊。张绣觉得人马不多啊，也不敢穷追啊，俘获了一些军需物资，收军回到安中县了。刘表这时候就有点佩服贾诩了，他就问贾诩为什么能够料敌决胜啊？贾诩说：“曹操撤退肯定有精兵在后面，我军远道追去，肯定很难获胜啊。曹军赢了以后呢，就不再防备了，我们攻其不备，当然就会获胜啦。”刘表听了以后还挺佩服的。贾诩就劝刘表呢：“你还是回荆州吧。”张绣呢驻守襄城，两军唇齿相依，共防曹军。刘表大喜，告别了他们2个人，就回荆州去了。这一集战宛城我们就讲完了，讲的全部都是曹操的败仗。曹操以后不愿意被人揭的伤疤，而且呢，他还死了大将典韦啊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